我们从小到大都听过血浓于水这句话，也曾以为兄弟姐妹是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之外我们最坚实的依靠。可是你们看看现在的世道，父母在的时候那是手足情深，一家人热热闹闹，可父母前脚刚走，后脚兄弟姐妹就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，甚至为了那点遗产在灵堂上就能打起来，闹上法庭。你是不是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问过，为什么人心会这么薄？难道几十年的亲情都是假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之所以痛苦，你之所以想不通，是因为你根本没看懂人性，也没看懂天机。别急着骂我冷血，今天我就是要撕开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，告诉你一个救命的真相。为什么父母一走，你必须学会绝情，才能保住最后的深情。听懂了这一刻，你的后半生才能不被亲情困扰，活得通透。你以为是兄弟姐妹变坏了吗？你以为是你做得不够好吗？错，大错特错。老祖宗早就有一句很扎心，但是充满大智慧的话，那就是父母走了，兄弟姐妹要少来往。这话一出口，肯定有人要说，尼斯啊，你这也太无情了吧，这不符合我们孝悌之道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不叫无情，这叫知天命，这叫识时务，这恰恰是为了保护你们之间那份美好所能做的最明智的选择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中医治病讲究辨证施治，看病得看根儿。家庭关系的崩塌不是因为哪个人突然心黑了，而是因为气场变了，格局变了，天时变了。如果你看不懂这个变化，还死死抱着过去的那套老黄历，想用以前的方式去经营现在的关系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在逆天而行。逆天而行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受伤，就是痛苦，就是最后连亲戚都没得做。首先你们想想看，父母是什么？在易经的象里，在我们的生命结构里，父母就是根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，不管是3个5个还是7个8个，我们都是从这个根上长出来的枝叶。只要父母还在，这个根就在，这个家就在。为什么以前大家能聚在一起？这不仅仅是因为血缘，更是因为这个根在源源不断的给所有的枝叶输送养分。这个养分不仅仅是小时候那口饭，长大了给的那点钱，更是一种看不见的能量，一种强大的气场，一种绝对的向心力。父母在世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家里的定海神针。兄弟姐妹吵架了，闹别扭了，哪怕心里还有气，哪怕你看我不顺眼，看在爹妈的面子上，你也得给我忍着，你也得给我坐下来吃饭。那个时候你们的关系是被父母这个强大的能量场强行粘在一起的，你们的视线焦点都在父母身上。你们是围着太阳转的行星，轨迹虽然不同，但引力中心只有一个。可是残酷的现实来了，父母走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根不在了，意味着这个最原始最核心的引力中心崩塌了，解体了。这时候你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可是很多人还没回过神来。易经告诉我们，万事万物皆有其位，位正则顺，位不正则乱。父母在的时候，你在家里的位是子女，你的首要任务是孝。在这个位置上，你可以偶尔撒撒娇，可以稍微任性一点，甚至如果你混得不好，你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娘家蹭饭，因为那是你爸妈，那是你的根，你吸取养分是天经地义的。但是父母走了，你的位就彻底变了，你不再是那个可以躲在父母羽翼下避风雨的孩子了，你瞬间被推到了第一线，你自己成为了你自己那个新家的根，你变成了丈夫，变成了妻子，变成了父亲，变成了母亲。你的气场，你的责任，你的重心必须全部从原生家庭转移出来，扎根到你自己的小家庭里去。这个时候你和你兄弟姐妹之间那个最强大的连接点，也就是父母消失了，剩下的不再是那种上下级的依附关系，而是一种次级的平行的甚至是非常脆弱的新关系。这种关系就像是2棵原本长在一起的树，现在根分开了，变成了2棵独立的树。虽然你们曾经在一块地里长大，但现在你要争你的阳光，我要抢我的雨露。如果你还拎不清，还想着用以前那种一家人不说2家话的态度去相处，还总是想从兄弟姐妹那里找回父母在时的那种包容和温暖，那我告诉你，你这是在做梦，
你这是在逼别人当你的父母。我常说，看事情要看根本，不要只看表面。为什么现在兄弟姐妹容易翻脸？因为大家都长大了，大家都变成老虎了，都有自己的领地了。以前父母是驯兽师，大家还不敢造次，现在驯兽师不在了，两只老虎碰在一起，除了客客气气的打个招呼，稍微靠得太近，那就是争夺领地，那就是互相伤害。所以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父母走后，兄弟姐妹之间的缘分其实已经完成了大部分，剩下的叫余庆，那是情分，得省着点用，用没了就是路人。如果你不懂得收敛，不懂得保持距离，还像小时候那样毫无界限的搅和在一起，那就是透支。透支的后果是什么？那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人生最现实的3道鬼门关。这3关一过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第一关就是那个最脏最臭但也最诱人的字，钱。我常说，钱是人性的照妖镜，平时大家你好我好，那是没碰到利益，一旦碰到了，你再看看那个温文尔雅的大哥，那个善解人意的小妹，怎么突然就变了张脸？这里面有2把刀，第一把刀叫遗产。我这辈子看过太多家庭了，老父亲老母亲尸骨未寒，那边灵堂的蜡烛还没灭呢，这边子女就已经开始为了房子、存款、金银首饰吵得不可开交，甚至有的直接在葬礼上就打起来了。你会觉得奇怪，平时看的都挺孝顺的啊，怎么这时候吃相这么难看？孔子老夫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讲透了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人不怕分得少，就怕分得不公平。可是诸位，这个世界上哪有绝对的公平？老大觉得我是长子，我出力最多，我该多拿；老小觉得爸妈最疼我，以前都说要留给我，我该拿大头。女儿觉得我也伺候了，我也尽孝了，凭什么传男不传女？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，但这秤的准心都偏向自己。以前有父母在，父母是大法官，父母说给谁就给谁，大家虽然心里有气，但那是皇恩浩荡，不敢不从。现在大法官没了，谁也不服谁。这时候真的不仅仅是那1亩3分地，真的是气，真的是凭什么你比我多？一旦陷进这个怪圈，兄弟姐妹的情分就在一次次争吵、一次次算计中磨得连渣都不剩。就算你们家风高亮节，遗产这关平平稳稳过去了，别急，还有第2把刀，叫借钱。这把刀更隐蔽，但杀伤力更大。你过得好了，兄弟姐妹来找你借钱，你帮还是不帮？很多人说那是我亲兄弟，当然要帮。好，你帮，你借给他10万，他觉得你那么有钱，开豪车住别墅，这10万对你来说就是9牛1毛，你还在乎？我也没说什么时候还啊。如果你不借或者借少了，他心里立刻就生出怨气。你为富不仁，你有钱了就看不起穷亲戚，忘了小时候我怎么带你的了。甚至你把钱借给他了，他生意失败还不上，你还不好意思去要。你去要债，他就到处说你逼死亲兄弟。易经里有一句话叫吉凶悔令生乎动者也，这句话你们要刻在脑门上。什么意思？吉凶、后悔、羞辱都是因为你动了才产生的。你只要一动这个借钱的念头，一动这个资金的往来，悔和令就跟着来了。你借出去你后悔，你不借你吝啬。所以我常告诫大家，救急不救穷，但只要涉及利益往来，亲兄弟明算账都不行，最好是不算账不往来。你过得不好，你去找兄弟姐妹借钱，你去1次人家客客气气，这是看情分；你去2次人家脸色就变了，这是看本分；你去3次人家可能连门都不开了，甚至躲着你走。你心里委屈，我是你亲弟弟啊，你见死不救，你不要怪人家冷血，这就是人性。人性是趋利避害的，这不是坏，这是理，这是天道生存的法则。谁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，谁还没有个老婆孩子要养，你是个无底洞，谁敢填？所以听我一句劝，父母走后，兄弟姐妹之间最好不要有金钱上的瓜葛，大家各自守好各自的财库，各自过好各自的日子。你不要去考验人性，因为人性根本经不起考验。你在金钱上保持了距离，你们的情分或许还能留个3-5分。你若是非要往钱眼里钻，想用钱来衡量感情，
想用感情来绑架金钱，那我告诉你，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，钱也没了，人也没了，只剩下一肚子的悔和恨。这第一关钱字关讲完了。很多人说，尼师，我们要是不谈钱，只谈感情，经常去哥哥姐姐家串个门，吃个饭，联络感情，这种没问题吧？我告诉你，问题大了。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道鬼门关，枕边风最毒。这一关之所以难过，是因为它牵扯到了一个概念，叫气场的排斥。这一关我们要讲讲你的嫂子、你的弟媳、你的姐夫、你的妹夫。首先我要帮大家正一个名，当我说他们是外人的时候，你们不要觉得我是在骂人，也不要觉得这是贬义词。在易经的架构里，在血缘的这个纵轴上，对于你和你父母、你兄弟姐妹这个原生家庭来说，配偶是外来者，但这不代表他们不重要，恰恰相反，在他们各自的小家里，他们才是主角，你才是那个外人。很多人活了一把年纪，这个位置就是摆不正，你总觉得那是我哥，我去找他天经地义。没错，那是你哥，但是你忘了，他首先是你嫂子的丈夫，是他孩子的父亲。我常讲，结婚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，是两个家庭的事。你想想看，你兴冲冲的跑去你哥家，一坐就是一下午，还在那高谈阔论，甚至还想让你哥帮你办点事。你哥可能碍于情面的说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这时候你看你哥，觉得还是那个好大哥，可是你没看见你嫂子在旁边的脸色已经变了。他会怎么想？我们自己的孩子补习费还没着落，凭什么要先帮你？你一来，我得买菜做饭伺候你。这种话他当面可能不会说，但是等你想想，等你走了以后呢，到了晚上关起门来，两口子躺在床上，那就是枕边风刮起来的时候了。你弟弟怎么又来了？你看看咱们家这个月的开销，你那个妹妹是不是又想借钱？我告诉你，孩子的学费不能动啊，你能不能少管你娘家的闲事，咱们自己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诸位，这风一吹比台风还厉害，一次两次，你哥可能还帮你说话，3次5次。你看吧，你哥为了他自己家庭的和睦，为了耳根子清净，为了晚上能睡个安稳觉，他只能怎么做？他只能慢慢疏远你。下次你再打电话，他就说忙，下次你再上门，他就说不在家。你还在那哭天抢地的说，我哥变了，我哥娶了媳妇忘了我们，我哥没良心。错，不是他没良心，是你没分寸。不是他变了，是他的胃决定了他必须先保他的小家。在中医里，我们讲身体的气机要顺，一个家庭也是一个身体，你哥和你嫂子那是阴阳调和的一体，他们是一个气场，你呢，你是从另一个气场闯进来的异物。如果你常常去不懂得避嫌，不懂得保持距离，你就是在打扰别人家的气场，你就是在给人家制造病毒和炎症。所以这一关最难的地方在于，你要承认并接受，你在兄弟姐妹的生命里已经退居二线了。那个陪他走完下半生的人是他的伴侣，不是你。那个要和他同甘共苦、算计柴米油盐的人是他的配偶，不是你。外人这个词不是冷漠，是定位。你只有把自己当成客客气气的，人家才会把你当成亲。你非要反客为主，非要觉得这就是自己家，那你最后连客人都做不成，只能变成讨人嫌。这一关多少人看不破啊，总觉得那是亲情，那是理所当然。我告诉你们，所有的理所当然最后都会变成恩断义绝。刚才讲了钱，讲了枕边风，那些还是外面来的刀子。现在我们要讲的这一关，是从你们自己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毒药。老祖宗常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这本经里最难念的2页，一页叫旧账，一页叫比较。先说旧账，很多兄弟姐妹翻脸，不是因为今天你踩了我一脚，而是因为几十年前的那颗糖。你们别笑，这是真事。父母在的时候，他们是家里的大法官，也是垃圾处理器。小时候你多吃了一块肉，你哥少穿了一件新衣服，你妹妹不用干家务，这些小恩小怨当时心里不痛快，但是父母在中间骂2句，哄2句，甚至打2下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父母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器，把你们之间的怨气给化解了，给压住了。可是现在大法官退庭了，过滤器没了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就像是被揭开了盖子的发酵桶，
那股酸臭味全涌上来了。妈从小就最偏心你，把那个镯子给了你。爸当年为了供你上大学，把家里的牛都卖了，我连高中都没读成。你结婚的时候家里给了多少嫁妆，我结婚的时候才给多少。你看这些话一出来，全是怨，全是恨。为什么现在才说？因为以前不敢说，或者说了也没用。现在父母不在了，没人能来判个公道了，大家就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都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这些累积了几十年的怨气，在没有父母这个根来化解之后，它就会迅速发酵，最后变成剧毒，把你们之间的仅存的一点点温情腐蚀得干干净净。再说比较，这是万恶之源。父母走了，兄弟姐妹其实在社会属性上就变成了亲戚，而人与人之间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比较。你要记住我这句话，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身边的人比自己好，人性最大的寒就是瞧不起身边过得比自己差的人。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尴尬的悖论，你过得好，开豪车，住大房子，孩子读名校，你荣归故里，想回去看看兄弟姐妹，你以为这叫光宗耀祖？你以为大家会为你高兴？我告诉你，错。在混得不如你的兄弟姐妹眼里，你的每一次分享都叫炫耀，你的每一次关心都叫施舍。他嘴上夸你，心里不平衡，他嫉妒，他难受，他回家看到自己的一地鸡毛，只会更恨这个世界不公平。反过来，你过得不好，你穷困潦倒，一身是病，你回去找兄弟姐妹，你以为是寻求温暖，你以为是回到了避风港，又错。在混得比你好的兄弟姐妹眼里，你就是个累赘，你就是个定时炸弹。他怕你开口借钱，他怕你赖上他，他嘴上不说，心里已经在盘算着怎么离你远一点。易经讲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不仅仅是说好人和坏人，更是说能量场和阶层。父母走了之后，你们各自成家立业，几十年过去，你们的社会地位、经济条件、教育背景、看问题的格局早就已经天差地别了。你们早就已经不是一个群的人了。你跟他讲你的事业布局，他听不懂，他觉得你在装蒜。他跟你讲菜市场的葱又涨价了，你插不上嘴，你觉得他俗气。你们坐在一起，除了能聊聊爸妈以前怎么样，你们还能聊什么？可是过去的回忆是有限的啊，当那点童年的回忆被聊干了，耗尽了，剩下的全是尴尬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你每一次强行见面都是在消耗过去的美好，直到最后那点美好被现实的落差消磨得一干二净，大家连装都懒得装了，甚至开始互相攻击。现在我把病根给你们挖到底了，又是谈钱，又是谈枕边风，又是谈人性里的比较和嫉妒，把大家听得心里沉甸甸的吧。很多人听到这里，心里那个坎还是过不去。他会问我，尼斯啊，照你这么说，难道父母一走，我们就要跟兄弟姐妹断绝关系，就要六亲不认？这也太没有人味了吧。你若是这么理解，那你就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你把我的话听偏了。现在我要告诉大家，老祖宗说的少来往，这不叫绝情，这叫智慧，这是对那份亲情最高级的保护。我常说，万事万物过犹不及，吃药也是一样，剂量对了是救命的药，剂量大了就是杀人的毒。人情也是这个道理。什么叫少来往？少来往就是让你守住那个最合理、最安全、最舒服的度。你们看过刺猬过冬吗？两只刺猬冷了，想靠在一起取暖，靠得太近，你扎我，我扎你，两个人都流血，离得太远又冻得慌。最后他们找到一个距离，既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，又不会被对方身上的刺扎到，这个距离就是少来往的距离。在中医里，我也常跟病人讲，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不是如胶似漆，而是君子之交淡如水。这句话大家都会背，但是没人真懂。为什么是水？诸位，水是什么特质？第一，水是清澈的，你看得见底，没有隐藏，没有算计。第二，水是流动的，它不黏不腻不捆绑。第三，水是利万物而不争的，我帮你解渴，我帮你灌溉，但我不需要你回报我什么，我也不会黏在你身上甩不掉。现在的很多亲戚关系坏就坏在不是水，
而是蜜。你说，哎呀，我要跟兄弟姐妹亲啊，我们要甜甜蜜蜜啊。错，蜜是什么？是甜，但是太黏了，黏在一起就分不开了，分不开就开始生热，生热就开始腐烂，腐烂就开始生虫。你去看那一罐子蜂蜜，敞开盖子放那里，没几天全是蚂蚁苍蝇。亲戚关系一旦过密，这就是灾难的开始。所以父母走了，你要学会放手。这个放手不是放开你的兄弟姐妹，是放开你对那段旧时光的执念。你要接受你们已经长大了，你要接受你们已经分家了，你要接受你们有了各自的命和运。你若强求不要变，强求回到过去，强求大家还要像小时候一样亲密无间，无论不分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在自讨苦吃。你去看那些真正有智慧的家庭，那些大家族兄弟姐妹之间都保持着一种客气和疏离，这种客气不是虚伪，是尊重，这种疏离不是无情，是界限感。为什么要少来往？是为了保护那份童年留下的最后的美好回忆。你仔细琢磨琢磨我这句话，你只要不常来往，你一年见一次，或者你不见面只通电话，你脑子里想起你哥，全是他小时候帮你打架的样子，你脑子里想起你姐，全是他小时候分你半块糖的样子。那份记忆是纯的，是暖的，是能给你力量的。可是你若天天来往，天天见面，见多了，你就看到了他的算计，看到了他的虚荣，看到了他对你的不耐烦。那些新的丑陋的记忆就会像垃圾一样，把旧的美好全部覆盖掉。到最后你提起大哥这两个字，心里没暖意了，只剩下怨和恨。你说这难道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所以距离产生美，这不是一句空话。距离产生的不仅仅是美，更是安全，更是勤奋的保鲜剂。好了，道理讲通了。很多人会问，尼斯，我也想保持距离，我也想少来往，但是具体该怎么做呢？总不能电话不接，过年不回吧？问得好，接下来我要教你们实操了。这可是我的独门秘籍，叫保命三招。学会这三招，你既能保全兄弟姐妹的面子，又能守住自己的理智，还能让你们的关系细水长流。首先是第一招，这一招专门治那些抹不开面子的人，叫心到人不到。这一招学会了，既显得你懂事，又显得你有人情味，还让你自己落个清净。什么叫心到人不到？很简单，逢年过节，电话要打，视频要通，礼物要寄，但是人不要去。诸位，你们要换位思考一下，现在大家年纪都大了，50、60岁的人了，谁没个腰酸背痛，谁没个高血压糖尿病？你大包小包提着东西，大老远跑去你哥你姐家里，你以为你是去送温暖，错，你是在给别人添麻烦。你想想看，你人一到，人家是不是得招待你？是不是得一大早去菜市场买菜？是不是得在厨房里忙活半天，给你做一桌子饭？吃完饭还得陪你聊天，还得听你唠叨。等你走了，人家还得收拾那一桌子残羹冷炙，还得洗碗扫地。人家本来那天想睡个懒觉，或者想带孙子去公园转转，因为你的到来，人家的计划全打乱了。我常说，一个成熟的人最基本的修养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，特别是对亲戚。你人去了，带着你那张嘴，带着你的身体，那都是实实在在的负担。那你说我不去，是不是就断了联系？非也，现在的科技多发达啊，心意到了，那份情就在。到了端午、中秋、春节，你拿起电话给你哥打过去，喂，大哥啊，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嫂子高血压控制住了吗？哎呀，我这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呢。这一通电话嘘寒问暖，聊个10分钟20分钟足够了，这叫神交。你的关心传递过去了，你的声音传递过去了，你是带着正能量去的，而且你不占地儿，不费米，不扰民。要是觉得光打电话不够意思，现在快递这么方便，你寄2盒好茶叶，寄点家乡的土特产，直接送到他家门口。他收到了东西，看到了你的心意，嘴里吃着喝着，心里念着你的好。同时他不用为了招待你而累得半死，他会怎么想？他会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个弟弟妹妹真懂事，真体贴。这就叫君子之交。你心里惦记远远胜过你登门造访。你把自己那一团气收摄在自己家里，不要随便放出去冲撞别人的气场。在中医里，我们要守神。
对于家庭关系也是一样，你要守住你们之间那点神。偶尔的一通电话，那是在给感情充电；频繁的肉身到场，那是在耗电。所以记住了，除非是红白喜事这种必须到场的大事，平时的小节小庆，能不见就不见，能记礼就记礼。你在电话那头笑嘻嘻，他在电话这头乐呵呵，大家距离几百公里，心里反而觉得亲。你要是非要凑到跟前去，看清了他脸上的皱纹，看清了他家里的脏乱，看清了嫂子脸上的不耐烦，那这点亲瞬间就变成了疏。这一招叫以退为进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这一招，你的人情债就减了一半。但是还有一半更棘手的，就是当兄弟姐妹真的开口求你帮忙的时候，特别是借钱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这就是下面我要讲的救命3招中最核心的一招，救急不救穷，千万别干涉别人的因果。这10个字是行走江湖保全家业的大智慧，你若听不懂，你这就不是在帮人，你是在造孽。首先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急，什么是穷。什么叫急？你的兄弟姐妹出车祸了，躺在 ICU 里等着钱救命，家里突然遭了火灾，房子烧没了，连口饭都吃不上了，这种时候你砸锅卖铁你都得帮，这不叫帮，这叫义，这是你的本分，是你逃不掉的血脉责任。这时候你若是袖手旁观，那你就是没人性，老天爷都要收你。但是什么叫穷？他做生意失败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他好吃懒做，天天打牌输钱，他孩子要上贵族学校，说学费凑不够，他想买房子，首付差点钱。诸位听清楚了，这种情况1分钱都不要帮。为什么？很多人说，尼斯，我有钱啊，我不差这点钱，拉他一把不行吗？不行。我从命理的角度告诉大家一个很残酷的真相，穷是他的命，是他的运，更是因为他的德不够。一个人为什么穷？要么是懒，要么是贪，要么是认知不够。这是老天爷在给他上课，这是他必须经历的因果。你帮了他，你就是在逆天改命，你就是在干涉别人的因果。你以为你是好心，错，你是在害他。你给他钱，你填上了这个窟窿，他就永远学不会怎么去堵窟窿。他会觉得反正天塌下来有我哥顶着，有我姐帮着，他会把你当成提款机，把你当成依赖。久而久之，他会变成一个无底洞，甚至最后变成吸血鬼，连带着把你也拖下水。在中医里，这就叫虚不受补。他身体机能坏了，你拼命给他塞人参鹿茸，他吸收不了啊，反而会补出火来，补出病来。你救不了他，你唯一能做的是让他自己去痛，让他自己去觉醒。除了钱，还有一件事绝对不能干涉，叫家务事，这属于第3招，不问不给不干涉。你们是兄弟姐妹，不是再生父母，他的家事，他孩子的工作，他夫妻俩的感情，只要他没开口问你，你一个字都不要提。很多当姐姐的特别爱管闲事，哎呀，弟妹这人不行，不管家。很多当哥哥的特别爱指点江山，哎呀，侄子这个工作没前途，得换。闭嘴，统统闭嘴。你一开口就是是非之人，人家夫妻俩床头吵架床尾和，那是人家2口子的磨合，你跑去插一脚，帮着你弟骂弟妹，结果呢，人家2口子和好了，你就变成了那个里外不是人的恶人。以后弟妹看见你就翻白眼，你弟夹在中间难做人。所以记住我的3不原则：一，他的钱不要问，赚多赚少是他的本事；二，他的事不要管，哪怕他撞得头破血流，那是他的修行；三，他的决策不要给意见，除非他诚心诚意来请教你，否则不要好为人师。守住你的嘴，就是守住了你们的情。父母走了，你们各自的人生已经开始了。易经讲，时变了，位也变了。你最重要的任务，不是去维系那段已经完成的旧关系，而是去经营好你当下的新关系。你把自己的小家顾好，你把你的爱人、你的孩子照顾好，你把你的公婆、岳父母孝顺好，你把自己修得心安理得，你把你的家修得和和美美，这才是对你死去的父母最好的交代。你若自己过得一团糟，还天天想着去管兄弟姐妹，你凭什么？
你修得不够啊。所谓自身不正，何以正人？好了，这保命3招大家记住了吗？心到人不到，救急不救穷，不问不给不干涉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的手术已经做完了，药也开好了。讲到这里，肯定还有人心里难受，觉得尼师，难道我就真的只能看着兄弟姐妹渐行渐远吗？各位，易经64卦没有一卦是恒定不变的，它通篇就在讲2个字，变与时。父母在是家人卦，讲的是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各正其位，一团和气。父母走了，时变了，卦象就变成了癸卦。什么是癸？上火下泽，两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。意思就是大家住在一起，但心思方向已经不一样了。这个时候老天爷是在告诉你该解卦了。解就是解散，就是放过这段关系，也是放过你自己。我常说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修行。修什么？修你这颗不安分的心，修你这颗强求的心，修你这颗看不透的心。父母走了，老天爷是在提醒你，你该真正独立了，你该把你向外所求的目光收回来，向内看。你不要再去管你哥是不是对得起你，你姐是不是还疼你。你要问你自己，你对得起你的新家吗？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？你把自己修好了吗？最好的风水其实不是房子朝向，而是人心。你把自己的德修厚了，你把自己的福积攒够了，你自然就心安了。你心安了，你看谁都顺眼。你心安了，你就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你的价值。你心安了，你才知道兄弟姐妹不是用来依靠的，而是用来祝福的。这才是天地之间最顺的关系，最久的情分。这一世的缘分，父母是主缘，兄弟是伴缘，主缘尽了，伴缘就要随缘。你若能懂这个理，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老天在度你，度你的不是别人，是你的心。你若心开，万物皆通；你若心闭，神仙也帮不了你。各位朋友，修行不在深山老林里，就在这人情世故里。转机不在外头，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请记住这句话，父母走了，不是关系的结束，而是新关系的开始。这个新关系叫各自登山，山顶再见。你修你的道，我修我的道。我们不必同行，但我们方向一致。我们都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圆满。如果在半山腰碰不到了，没关系，我在心里为你鼓掌。如果哪天我们在山顶碰到了，咱们再相视一笑，喝一杯茶，聊聊这一路的风景。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大格局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。我讲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，如果你听进去了，哪怕只有一句能让你从痛苦里解脱出来，那就是我的功德，也是你的福报。现在的世道人心浮躁，戾气太重，我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建立一个正能量的磁场。我请大家做一件事，请在评论区留下2个字善言，或者留下一句祈福的话，为你自己，为你的父母，也为你那些远去的兄弟姐妹送上一份真心的祝福。哪怕不来往，我们也不要诅咒，哪怕有怨气，我们也要用善意去化解。因为只要你发出了善的念头，全宇宙的能量都会来帮你，是真的。愿大家看懂人性，修好自己，愿你的人生走得更顺更安。我们下期见。